股市是一个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地方，投资股市必须随时衡量风险与机会大致所占的比重。风险是衡量赌博与投资的临界线，投资就是降低风险、稳定成长的行为。所以，从赌博这种高风险投机行为来逆向学习投资，认区分投机投资，将是投资者长线获利的开始。投机赌博，投机赌博风险变化大。而投资风险可量化，进而控制风险，降低风险。但切记，任何的交易都存有一定风险，因此投资下注前，请先考虑你可承受的风险水平，当中需考虑你的日常开支、理财目标、投资时间表及风险偏好。一般而言，将资金长线投资于多元投资组合上的风险，都低于将资金短期押注于几只高波动性的股票上。原因是，如果市场出现意外事件或负面消息，将有机会影响这些股票的日内波动性，进而令你有机会蒙受损失。所以，想增加个人资产净值，不应该只依靠投机交易，而交易前你更确保自己已经备留足够资金应付日常开支、应急用途或是应付退休后生活保障。如果你已满足这些需求并有额外的现金，那么你可考虑将部分资金分配于你认为有价值的交易上。无论是投资或投机，请确保你已了解资金及面临的投资风险。如果是长线投资，即是你于1年内可以承受的最大累计跌幅，相关风险可透过风险价值 VaR 来计算，而 StashAway 的风险指数亦已使用相关计算方式，尤其帮助长线投资者量化其承担的投资风险，打破传统只有高、中、低的风险选择。多元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亦可使用 VaR 来计算。然而，由于资产的日内波幅较难预测，因此投机交易者则较难计算实际亏损，而最大的风险假定就是预期会全盘亏损。不管赌博或是投资，只要能够获利，就是一种成功跟智慧。但因为投机赌博风险巨大，常常导致交易者家破人亡，因此没有哪个投资者不重视机会和风险，但对待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判断准确、行动果断的大智慧投资者，总是在机会远大于风险的时候抓住机会，在风险远大于机会的时候回避风险。在对待机会的选择和风险的规避上，赢家减少了出错的几率，结果最终胜出；反之，输家极力追求胜算，但错误总是不经意扩大，即使侥幸赢了，最终仍是输。任何情况下，只做必然性行情，不做可能性行情，因此分析机会与风险可能性事关输赢重大。赌博也有类似的地方，长期赌博输赢的走势是确定的、必然的、绝对的，但某一天赌博输赢的走势是不确定的、偶然的、相对的。如果说赌博高手比一般赌客水平高的话，其高就高在抓住偶然的确定性的几率多于失误于必然的不确定性的几率。因此，技术分析之外，必须建立强大心理素质，控制自己的心理风险不确定性，让交易趋向投资而非赌博。所以，赌博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投资与赌博往往是一念之间，因为市场不可控，风险不可控，我们掌握的资讯相对专业内部人士非常少，例如公司内部决策层、原始股东、大型投顾经理人等等，因为无法100%全面了解一切细节，所以投资跟赌博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反向思考，赌博来增进投资的能力。赌场赢赌客的钱，绝不单单只赢在数学几率上，还赢在赌客们是赌成瘾的弱点上，赢在赌客的贪婪心理、不服输的心理以及侥幸心理上。因此，对于赌博者来说，学习赌博策略只是整个制胜计划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赌博者必须有上佳的赌博心态，并能熟练地把这些知识应用于赌博实践中。同时，赌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必然涉及到考虑了赌博特点的资金管理方法。赌博的戒律，有很多久经赌场的人总结出赌博中的一些心得，言简意赅，反映了良好的赌博心态和心理，对建立良好的赌博心理素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种赌博心法是忍、等、稳、狠、滚。忍就是要有在赌场内的忍耐能力，要做到无优势不赌，无信心不赌，无运不赌。要记着忍，在忍无可忍时再忍一忍，把庄家风头很盛的时候忍过去。等就是要等有信心的时候，信心来自于对收益率的准确了解，经验可以帮你分析，冷静的情绪可帮你做决定。思考凌乱时最不适宜下注，等到收益率大于0的时刻就可以下注或下大注。一定要等待我们占优、风头很盛的时候的到来。稳就是要安稳、稳定，不随便下注，掌握好下注的节奏。原因可以保留本钱实力，
有运时可以大注出击，翻本之用。道理是1万赢1000要比1000赢1000容易得多。狠就是下注要够狠。收益率为正时下注要狠，收益率为正而又连赢时下注要更狠。不要错过过3关的机会，因为赌钱不可能每局都赢，亦不会每局都输，所以一定要把握时机。有条件时就一定要狠。滚就是赢钱要做到及时离开赌场，输钱要识得离开赌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论你带多少钱去赌场，绝不可能有赢了一间赌场回来的事。所以在适当时候一定要识走，下次再来，最好能够控制到赌10局、赌1局都可以走，默赌过也可以离开。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必须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市场上并不仅仅是跟大盘对战，同时还跟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作战。在进入市场进行投资前，首先必须针对自己实施心理建设，其目标是要在自己冷静的时候，明确地提供自己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包含资金管理的上限、投注注码上限、时间的运用、赢的策略、输的策略，以及一些自我的限制。唯有在头脑冷静的时候，尽量避免在慌忙之中任意行事，才能充分主宰自己的命运。赌博10大戒律：1. 输不起。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赌博的人，但输钱后会感不安或严重影响到情绪，就不要赌，因为赌钱总会有输赢。2. 不懂得赌戏不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虽然赌博不可能百胜，但如要百战，就必须了解对手，不参与陌生的赌戏。赌博中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参与赌戏的收益率和正确的策略，和常规不同的赌戏。3. 别相信直觉，任何赌博游戏都已被用数学精密的计算过，庄家是绝对占优，所以长期参与的话，是绝不可以凭灵感获胜的。收益率大于0是赌博心理学、资金的管理和资金的效率等有效应用的前提。4. 长策略，短运气。赌一把的只靠运气，但在数学上也是赌场占优。如果你打算长期作战的话，必须先知道正确的策略，否则只有输路一条。5. 制胜口诀，赌博讲究策略和注码的运用，赢固然要走，输也要懂得走。时间控制也是取胜之道。制胜的口诀是忍、等、稳、狠、滚。6. 永远当赌博是娱乐，赌博的动机应该是娱乐，尽量减低赌博过程中的压力，不管是输还是赢，始终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赌博的结果，保持头脑清醒，以免做出冲动的决定。7. 别两面下注，例如赌21点就不要买保险，不应在赌博中为减少风险而增加注码。如果你那么害怕输，先考虑清楚是否适合赌博。8. 世上没有系统能够打败几率论，世界上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打败纯几率的赌博，短期投注可以靠运气，长远来说是不可能抵挡几率的侵蚀。收益率说明了一切。9. 赔率高，利润高。在一些赔率特别大的赌戏项目中，如百家乐中的和赌场的利润往往是最高的。再有其高赔率的9中，庄家的利润更是大得出奇。10. 没赌胆，不可能在赌桌上生存。有很多朋友赌钱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赢就缩，输就冲，就只有输大钱机会，没有赢大钱的可能。如没有赌胆，你根本就不应该玩。收益率大于0是所有赌胆的依据。在一种情况下应该没赌胆，就是在收益率小于0时，要连玩的胆量都没有。赌博禁忌，进入赌场可以做纯粹参观，如阁下有兴趣参与的话，请谨记以下的赌博禁忌：1. 喝醉酒不赌，未能冷静投注； 2. 精神不足不赌，欠缺分析能力； 3. 带病未愈不赌，影响运气； 4. 心情烦躁不赌，容易冲动； 5. 失业失恋不赌，情绪难以集中； 6. 与人争执不赌，未能冷静，影响决定； 7. 赶时间及赶住不赌，财不入急门； 8. 有亲人、情人在旁不赌，影响注码及下注决定； 9. 不熟识的游戏不赌，不了解； 10. 扑街； 10. 赌本是借回来的不赌，借钱翻身，利弊追杀； 11. 赢了再折返赌场不赌，老鸡翻斗，切忌回头； 12. 同桌有讨厌的人不赌，期望对方输钱，会影响投注决定； 13. 输冤家牌不赌，今天运气已尽，
不宜久留。心理建设易赌博 EQ，除了知识，赌博能否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个人的性格修养有关。就是不仅要有高智商，还要有高情商。破解赌戏，掌握赌博知识，理解现成的研究成果，这些和智商水平有关。而赌博中的输赢，更直接地涉及到金钱利益的得失。要从容面对金钱的得失，需要一流的情商。情商可以通过后天培养提高。普通赌客作为一名普通的人，难免具有如下的特征：急躁易怒之人，过度紧张之人，患得患失之人，没有节制之人，意志不坚之人，拼命三郎之人，不听劝告之人，得意忘形之人。乍看之下顿觉芸芸众生的缺点几乎全在榜上。换言之，未经改造之人根本不适合参与赌博这样的投资行列。平凡之人怎会是赌场的对手？所以一般人都劝人不要去赌，10赌9输是常态。赌博害人家破人亡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赌家要有政治家的眼界，以收益率统领全局；银行家的头脑必须有收益才投资；经济学家的理论懂得资金的管理和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投资家的耐心，等待收益率为正的时刻；军事家的胆魄和决断，机会来临，该出手时就出手。以下是这集的一些忠告。由于赌客总是一个个现实的人，在和赌场的较量中，除了赌规之外，赌客和赌场之间还存在着优势劣势。面对赌场，赌客要懂得掌握优势，避开劣势，趋吉避凶，理性行事。谢谢收看。